有一位姑娘啊，说话特别毒舌。哎呀，介绍了整整3年多，终于快要嫁出去了时候，还没等我敲锣打鼓要庆祝呢，今儿一大中午啊，就哭得一嗷嗷的跟我说又要分手了，说这日子啊过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听得我的心呢是稀碎稀碎的啊，气得我呀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找对象有多困难？怎么又分手了？他说呀，那不是我的事儿，哎，那是谁谁谁谁谁天天找我的事儿。我一听呢，这又咋了呀？这姑娘今年呢是30岁啊，是一名房产销售，相亲3年多了，挑挑拣拣，谈了是不知道多少个对象了。终于啊，这过年谈了一个时间超过3个月的，男方呢小他2岁啊，可惜啊还没活过100天呢。上周末俩人去饭店吃饭，点了火锅，这邻座有2个熊孩子比较闹腾一点，这姑娘就有点受不了啊，直接就上去啊说人家这个孩子家长啊，你能不能拦着点孩子呀？这么闹烦不烦呢？人对面家长听了之后啊，赶紧道歉啊，把孩子给拦住了。他回来呢，刚坐下，这男友就说他呀，说你忍忍就过去了，你跟小孩子较什么劲儿啊？哎呀，他听了就不愿意啊，我怎么了我啊？那孩子吵得我都吃不下饭了，我不开心了，当然要管了。就这样，一气之下啊，饭也不吃了，拿着包就走了。后来呢，男友呢是打电话又哄又劝的啊，和好了。昨天晚上又发生了2个事情，这男士啊是直接气的提了分手。第一件事情是俩人吃了饭之后去超市里面买东西，这排队结账嘛，有一个年龄大的大姨啊去插队，这姑娘见了之后就立马就翻冒了啊，哎，前面老太太来，你这么大年纪了别插队了，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？气的人大姨啊上来就说他呀，你说谁不要脸呢？他听了也不让啊，就说啊，你没看这么多人排队呢，就显着你呗嘞，你往前挤。结果把人老太太给气的啊，不结账扔下东西就走了。然后啊，他本来是觉得呢是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情，替这里排队的人都出了口气。转头呢，这男友就说他呀，说你怎么能那么逞强呢？那么多人都不说话，就你爱显摆了。姑娘听完呀，这手里东西直接给撂地上去了啊，就质问她男友，他插队你来说我有什么错呀？哎，这个男士啊，他就捡起东西啊，又哄又劝，好了，俩人和好了。出了超市啊，打车回家，结果人家司机可能有点事情耽误，就来晚了嘛。这姑娘见状呢，劈头盖脸上前就跟这司机一顿怼呀，说自己等了多久了啊，吆喝着非要投诉，被男士给拦下来了呀，当着面就说他像个泼妇一样。这姑娘听了很是生气啊，说自己是维护基本的权利，哎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那司机做错了我就不能说吗？一气之下呀，这姑娘就当场提了分手。本来想着就吓唬一下她男友，哎呀，结果人家男友啊当场就同意了分手。后来这姑娘给她男友打电话是怎么也打不通了呀，人家就不接了。她就很着急啊，让我帮她评评理，哎，自己又不是无理取闹，那怎么就做错了呢？后来呢，我联系上男士啊，本来想说说好话，人男士说呀，两人3观呢是严重不合适，坚决要分手啊。他呢听完就哭哭啼啼的找我抱怨，说自己的命运啊真的惨呐，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哎呀，我那脑袋瓜子啊，真的听的是嗡嗡的呀。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，原则上看着好像事事都有理，但说话就总是跟个泼妇骂街一样。最主要原因在于啊，是说话方式出了问题。如果说前面有人插队，你可以跟他讲呀，请你不要插队，我们在后面排队也很辛苦的呀。那司机迟到了，第一时间先问问人家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了，而不应该一上来就用起诉威胁对方吧，让他长个记性。中国有句话叫做先礼后兵，没必要一上来就去怼人吧，觉得自己对就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得理不饶人呐。这样的人啊，谁都不可能相处下去的。说话毒舌本质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呀，他不合群的，3言2句啊就开怼，很不招人喜欢的。那我话还没跟他说完呢，他就开始直接说我媚男，哎呀，我的心啊碎的是一地一地的呀。昨天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啊，哎呀，差点没气了吐了皮啊。30岁，本科，在企业做管理，年薪15万左右，个子不高，长相还行啊。他的择偶要求啊是南方本地人，有车有房没有贷款，身高175以上，年收入不低于30万啊。未婚，长相帅气，家庭条件优秀者优先考虑。好家伙啊，这一顿输出啊，都给整出个择优录取来了。我说你这要求就有点大白天做梦不害臊了吧？他说他现在是项目经理啊，以后还会升职加薪，对他来说啊，年薪30万不是梦啊。如果男人不够这个数，那他干嘛要嫁来？我一听你这意思就是你要赚了几百万，就得赚几百万的男人娶你是不？他说是呀，人都得现实一点，这不能我赚的多了成了我养男人吧。我一听，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啊，真的，为什么现在剩女越来越多，而且各个条件都不差呀？就是你整天要跟男人比经济价值，比谁赚的多，却不知道在男人眼里最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，就是你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外貌等等。
我跟他说，我说有一个姑娘25岁本科在国企上班啊，年薪6万，长得漂亮，性格温柔，人家的择偶要求啊是男方35岁以内，年薪10万，工作稳定，有房就可以了。你觉得你们俩谁更占优势呢？他不管，一听就反对我说呀，那我赚的比他多，工作可比他好多了。我说你得看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吧，符合你择偶要求的这类男人，那条件都牛叉成这样了，30岁的女人能看上，这20多岁的女人一样也能看上，人干嘛不去追20多岁的小姑娘？他听完就有些不愿意啊，说我歧视大龄女。哎呀，我说你可别这么冤枉我啊，我这是在点醒你，你再这么执迷不悟啊，最后耽误的只有你自己。他说他不信啊，非让我给他介绍。我说这样，我把你邀请进征婚群里面，你自己发个征婚信息，看看有多少符合要求的男人愿意认识你，这不就完了？他说好，我还现把他邀请进了3个群啊，有2个还是高端优质群，基本年收入都是在30-50万的。他在这群里啊就发了自己的介绍和择偶要求，这信息啊一发出去之后，果然很多男人都加他。他一看，你看这下脱单有望了吧，还跟我炫耀呀。我说没事啊，你回家慢慢跟他们聊，跟他们认识就好了。结果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呀，特别生气的跟我说，加他的没有一个符合他的择偶要求的。有一位38岁的未婚初中学历啊，没房没车的男士加他，把他给气得够呛呀。这男士呢上来就表白啊，说自己的条件虽然不行，但人啊可靠老实，一眼就看上他了。这姑娘是二话不说呀，直接拉黑啊。还有一位男士呢是42岁离异啊，这儿子都上高中了。他家这个姑娘说呀，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，一年也能赚个30多万。虽然年龄大呀，但很显年轻啊，就跟30多岁的男的一样了。这给姑娘给气的啊，直接就开怼啊，说对方睁眼瞎，那看不到自己的择偶要求吗？最后两人呢是互怼互删。总算呢有一位是符合条件的男士啊，35岁未婚，有车有房，年薪在20左右。他一看照片，那心梗啊差点犯过去了，这大脑门啊都突发了，都泄了顶了。结果又是拉黑。反正加他的呢不是牛鬼蛇神就是歪瓜裂枣，气得他在那群里啊又发了一遍信息，并注明强调请看清自己的择偶要求，不符合要求不要加。好了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那群里的男人不愿意了呀，集体围攻他，一人一句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给淹死。气得他就给我打电话啊，说自己接受不了那些30-40岁的老男人去加他。这话说的，你不能接受的不是这些30-40岁的老男人吧？你厌恶的应该是条件不行、基础不行还大龄的男人，总是幻想了钻石王老五去追你，让人听听你这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了？姑娘一听啊，气得直接给我撂了电话。哎呦，我有点堵心啊，去喂娃娃去了。服了。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。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，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，找对象呢，他总是跟做梦一样。哎呀，要找白马王子呀，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，那刺猬和王八我有。5年前呢，认识一个姑娘，26岁，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，性格很好，而且人长得很漂亮。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，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。结果5年过去了，那是挑挑拣拣呢，谁也看不上。我那门口啊，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。他挑什么呢？这个男人有钱，但长得不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又没钱，找个有钱又好看的，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，在一起不开心。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，反正啊，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，总说差不多就行，其实啊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现在31岁了，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说呀，暂时还没有。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？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，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。他又开始后悔啊，说条件差点也行。我问他差多少，他说也别太差了啊，这个长得别太难看，条件别太低，赚的比我高点就行。我说离异的有，他一听就急得哭呀，说自己还未婚呢，不想找离异的，然后就是后悔。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，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，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，各种挑挑拣拣。那男人都是看脸吗？你好看了，喜欢你的就多。于是啊，被追捧的过程当中，各种看不上。理由就是啊，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。好了，终于熬到30岁了，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，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。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，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。秉承着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，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。可有些人呢，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，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。结婚呢，找对象，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。如果你本身啊并非独身主义，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，到了30岁你还单身，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。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，我也没那个能耐。这种焦虑啊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。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，甚至有些3、4线城市啊，26、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啊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，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。
当然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啊，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，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。在婚恋市场上，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啊？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心态也会不一样。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，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着就好，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。可有些女人呢，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，又谁也看不上。年龄越大呢，不是认清自我，而是认清了现实，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。好了，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，有存款7位数。还有一部分呢，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，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伙伴，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，一起度过余生。这种择偶观比要车要房要存款更难找。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，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，而不是经济价值。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，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，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，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，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含恨